新的一年，大家对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都有新的期待、新的目标。我想大家都有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影片会有更多人观看。今天我会教大家一个技巧，来帮助你达成这个目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YouTube 频道的成长就像是一个连锁反应，你需要通过不断的获得频道的订阅者来帮助你的频道成长。而这些频道的订阅者来自于观看你影片的观众，而这些观众都是通过一些途径在 YouTube 上发现了你的影片。想要让你的影片被观众发现，你就要让 YouTube 算法推荐你的影片到 YouTube 首页，推荐到搜索结果里，或者是推荐影片等等地方。但是 YouTube 不会推荐所有的影片，他们只会推荐表现好的影片，而表现好的影片取决于有好的影片互动率以及影片续看率，而观众的互动率和影片的续看率是让大家非常头疼的指标。有很多 YouTuber 发现这很难提高，这就导致了很多 YouTube 频道都成长缓慢。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教大家一个技巧，来帮助你提高影片的续看率，给你增加影片的观看时长，从而让 YouTube 算法推荐给更多的观众，给你带来更多的订阅者和观看量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如果你对这种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的通知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。大家应该都有自己喜欢的 YouTuber，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当你在看他们的影片的时候，即使是很长时间的影片，像是20几分钟、30几分钟的影片，你也不想错过任何信息，你不想跳过任何一段，你想要从头看到尾。那是因为他们都使用了一个技巧，叫模式中断。模式中断是在市场推广、商业推广的广告里运用非常普遍的方法。这会让观众保持观看整个广告，与观众建立起联系，最终把观众转化为客户。有很多 YouTuber 都把这种技巧运用到了 YouTube 影片的制作上，不断的给观众新鲜感，让观众保持持续观看，从而增加影片的续看率，最终增加影片的观看量。接下来我就会告诉大家如何利用模式中断的技巧在你的 YouTube 影片制作上。首先第一个方法，跳跃剪辑。我们在录制影片的时候都会犯一些错误，一些停顿，又或者是我们在之后觉得不重要的信息。跳跃剪辑就是把这些停顿、错误以及不重要的信息全部去除掉，留下最精华的部分，这会让你的整部影片都保持一种节奏感，不会给观众一种拖泥带水的感觉。观众在看你影片的时候，就会一个点紧接着下一个点，非常的紧凑，这会让观众一直保持着兴趣，想要看接下来的内容。有很多 YouTuber 他们的 Vlog 都时间很长，可以长达30几分钟、40几分钟。如果他们只是把他们录制的所有片段都呈现给观众，那么观众就会慢慢的失去兴趣，因为有很多不重要的内容。但是如果他们通过跳跃剪辑把最精华的部分留下来，那么即使是时间再长的影片，观众也会有兴趣观看。第二个方法就是运用音效。大家会在我的影片里，或者是其他很多 YouTuber 影片里，都会听到有很多种音效。在我的影片里，如果有一些图片或者其他元素弹出的时候，我会使用音效，或者是一些场景的变换，我会使用音效。这么做的原因就是，首先，如果有图片或者其他元素跳出的时候，你配上音效就会更加有动感，同时这些音效也会给观众一些新鲜感，特别是当观众慢慢失去兴趣的时候，你突然一个音效会给他们一些刺激，他们也会想看接下来的影片。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，使用音效一定要适度，不能过度的使用音效。如果整部影片里面充满着非常多的音效，这会起到反效果，观众会因为这么多音效而感到反感。所以适当的使用一些音效，能够给观众一些新鲜感，能够刺激观众，从而提高影片的续看率。第三个方法，元素叠加。大家在我的影片里面都会有经常看到会展示出一些图片、一些屏幕截图，或者是一些文字标题等等，这些元素都会叠加到我本身的影片上。因为我的影片性质是坐下来对着镜头说话的这种，所以如果我不加入任何元素，就会让观众很快的感到无聊。我都会在我的影片里面加入一些元素，这不仅能够让观众更容易明白我讲的内容，同时也会给观众一些新鲜感，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你的每一个元素都会刺激一下观众，有可能观众本来想要关掉你的影片，但是你一个元素突然跳出来，这会让他们想要看接下来的内容。第四个方法就是加入 B-roll。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 A-roll， 是我影片的主要内容。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 B-roll，B-roll 是叠加在 A-roll 上的画面。B-roll 的效果就是能够非常直观的展示内容，能够让观众非常容易明白你在说的信息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习惯利用 YouTube 来学习新的知识，而不是利用部落格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想通过视觉的感受来接受新的内容。
这样能够帮助观众在脑子里面快速的形成印象。举个例子，你对一个相机做出测评，你解释一款功能，与其你在镜头面前一直解释这个功能，还不如展现出 B 肉，让观众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功能是怎么样的，这会让观众快速的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 YouTuber 都会结合情境配合上 B 肉，这会提高整部影片的观看感受，从而提高影片的续看率。第5个方法，场景变换。这个方法运用到了很多 Vlog 影片里，有很多 YouTuber 在拍摄 Vlog 影片的时候，都会进行场景的变换。他们可以从房间跳入到车里，再跳入到街上，通过不同的场景变换，给观众不一样的新鲜感，刺激观众。但是这个技巧被运用到越来越多教学影片里，很多 YouTuber 都想通过场景的变换来增加影片的丰富程度，因为教学影片本身就是很容易让观众觉得无聊、觉得枯燥的，所以如果通过一些场景的变换，能够增加影片的丰富程度，能够给观众一些新鲜感，不断的刺激观众，这样就会让观众感觉到不一样的感觉，会让他们继续观看。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期影片了解到什么是模式中断，同时运用我今天说的方法在你的影片制作上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频道类型，根据自己的影片风格、内容形式来决定哪些方法适合你的频道。相信运用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提高影片的续看率，能帮助你获得更多的观看量和订阅者。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方法来增加影片的续看率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同时关注我的 IG， 那里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